我发现，现在有太多人在盲目的鼓吹逃离安逸，他们制造焦虑，让你觉得只要你今天没有在凌晨4点起床，没有去创业，没有去进行某种极端的冒险，你就是在虚度光阴。这种充满外部压力的传统论调其实大错特错。我并不主张那种为了跳出而跳出的激进冒险，我真正坚信并践行的是主动去设计生活中的不适，去理性地拥抱短期的痛苦，以此来换取长期的指数级的复利。这本质上是一种对自我的不断进化与重新校准，而绝对不是单纯为了追求心跳加速的刺激。让我们先来揭开舒适区的真正面纱。舒适区的真相往往是残酷的，那就是极致的舒适会让人变得极其脆弱。我们可以从生物学中最基本的用进废退法则来理解这个客观规律。在我们的身体层面上，如果你长期不使用某块肌肉，它不会保持原状，而是会迅速萎缩。如果你长期不给骨骼施加重量和压力，你的骨密度就会下降，骨骼会变得疏松。如果你向身体发出信号，告诉它你不需要应对任何外部的重力或阻力，身体就会立刻停止向这些部位输送营养，从而导致退化。这不仅仅发生在我们的肉体上，在心智和精神层面，这个规律同样绝对适用。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长期剥离所有的不适、艰难与挑战，总是选择最容易走的路，总是和顺从我们的人交谈，总是阅读那些不需要动脑筋的信息，我们的心智就会患上一种精神肌无力。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极其敏感和脆弱，一旦遇到一点点意料之外的挫折，或者面对一丁点生活的不确定性，就会彻底崩溃，失去所有应对风险的能力。我经常回想起我早年在科技行业打拼的日子，那时候一无所有的我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每一个决定都伴随着未知的风险，每一行代码的编写，每一次与投资人的谈判都让我感到极度的不适。我必须去学习那些晦涩难懂的新知识，去面对被拒绝的尴尬和痛苦。那段日子绝不舒服，但正是在那种高压和不适中，我被迫构建了属于自己的专长，积累了无法被轻易替代的杠杆。我个人的能力边界在痛苦中被不断撑大。后来，随着财富的积累，我看到了很多处于另一个极端的人，他们突然获得了一大笔钱，可能是因为公司上市，也可能是因为一笔幸运的投资。他们觉得人生的终极目标已经达成，于是彻底躲进了一个由金钱构成的完美舒适区。他们雇佣别人来处理生活中的一切琐事，拒绝任何需要付出心力的新事物，每天只追求最高级的享受。然而，几年观察下来，我发现他们并没有变得更幸福，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变得抑郁、偏执，对生活失去了掌控感。一点点微小的生活摩擦，比如航班延误或者服务员的态度不好，就能让他们大发雷霆。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这个完美包裹的舒适茧房里丧失了精神上的免疫力。这就是舒适区陷阱的本质，它是成长道路上最温柔的陷阱。它向你提供即时的安逸，一种无需付出就能获得的平静感，但它暗中标注的代价却是极其昂贵的。你是在用未来的停滞、退化和无力来购买眼前的轻松。当你习惯了永远处于恒温的环境中，哪怕是一阵微风，对你来说也会变成一场致命的寒潮。了解了舒适的本质危害后，我们需要重新定义面对挑战的态度。我的主张非常明确，我们要主动去拥抱不适，而不是在焦虑的驱使下盲目地跳出舒适圈。主动拥抱短期的痛苦，是我个人哲学中最核心的原则之一。在我的生活中，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绝对的规则。当我在两个看似势均力敌的选项中犹豫不决时，我永远毫无例外地选择在短期内让我感到更痛苦的那一个。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人性的本能设定就是逃避短期的痛苦，去疯狂追逐即时的满足。我们的大脑还是几万年前在非洲大草原上狩猎采集时的大脑，那个时候看到高热量的糖分就要立刻吃掉，遇到困难和危险就要立刻逃跑，
这是生存的本能。但是在现代社会，这种本能已经完全失效，甚至变得有害。生活中大部分真正的收获，无论是建立非凡的财富，保持强健的体魄，还是拥有和谐亲密的关系，几乎全部来自于对短期痛苦的克服。我们的大脑有一种致命的认知偏差，它会严重低估长期的巨大收益，而无限放大短期的阵痛。当你面对去健身房挥汗如雨和躺在床上看电视这两个选项时，你的大脑会尖叫着让你选择床铺，因为它只看到了眼前的疲惫。但理性的声音必须接管过去。有一句格言完美地总结了这个逻辑：轻松的选择造就艰难的人生，艰难的选择造就轻松的人生。请你把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你的脑海里，因为它是区分这个世界上极少数顶尖赢家和绝大多数平庸之辈的最核心的分水岭。我们不妨仔细审视一下周围的世界，你会发现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在做一件极其荒谬的事情。他们每天都在小心翼翼地规避着哪怕是一丁点的风险和不适。他们拒绝阅读那些需要深度思考的书籍，因为刷无脑短视频能立刻带来多巴胺的狂欢。他们拒绝在清晨穿上跑鞋去流汗，因为温暖的被窝实在太诱人。他们在工作中遇到棘手的问题时，总是选择绕道而走，或者把责任推给别人，因为直面困难会带来剧烈的心理内耗。他们以为自己占了生活的便宜，以为自己巧妙地躲过了所有的风雨。但如果你把时间轴拉长到10年、20年，你会看到一幅极度悲惨的画面。因为长期的缺乏锻炼，他们的身体机能全面亮起红灯，疾病带来的巨大痛苦和高昂的医疗费用将他们彻底击垮。因为长期的停止学习和逃避，他们的职业技能变得毫无价值。在经济周期的波动或者人工智能的冲击下，他们成为了第一批被无情淘汰的弃子。因为长期不敢进行真诚但可能引发冲突的深度沟通，他们的家庭关系和人际网络充满了虚伪和脆弱，最终分崩离析。这就是逃避短期痛苦所必须支付的终极代价。他们用前半生的微小安逸，换来了一个极其艰难、四处漏风的悲惨后半生。既然被动的逃避最终会带来毁灭，那么正确的解法是什么？答案就是我们要主动为自己设计阻力。请注意我的用词是主动设计，而不是被动等待。这就是我和很多人在认知上的巨大分歧。大多数人对待生活的态度是防守型的，他们祈祷生活不要给他们出难题，一旦灾难或者变故降临，他们就自认倒霉，然后在痛苦中被迫做出改变。比如，只有当体检报告上出现了刺眼的严重指标异常时，他们才惊慌失措地开始控制饮食和运动。只有当公司宣布裁员名单里有自己的名字时，他们才如梦初醒般地去更新简历和学习新技能。这种被动应对的模式让你永远处于生活的下风，你只是在命运的鞭打下被迫前行，毫无招架之力。我所主张的是彻底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不要等待外部的危机来逼迫你。你要在生活看起来还风平浪静的时候，主动的、刻意的为你的生命系统引入必要的难度和阻力。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觉得不解，他们问我，纳瓦尔，这难道不是一种病态的自虐吗？生活本来就已经足够辛苦了，为什么还要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我的回答是，这绝对不是毫无意义的自虐，而是对你整个生命系统、心智模式以及能力边界的一次极其精密的重新校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为你的人生进行的心智与能力的负重训练。如果你去过健身房，你就会明白这个极其简单的物理学和生物学原理。当你在举起一个超出你日常承受极限的杠铃时，你的肌肉纤维会发生微小的撕裂，你会感到酸痛、疲惫，甚至在最后一组动作时感到绝望。但正是在这种刻意制造的阻力和微小破坏之后，只要配合充足的休息和营养，你的身体就会启动超量恢复机制。它会生长出比原来更粗壮、更强韧的肌肉纤维，
以确保下一次面对同样重量时能够轻松应对。你的心智、你的认知、你获取财富的能力，完全遵循着同样一套不可违逆的生物学法则。如果你每天只处理那些得心应手、毫不费力的日常琐事，你的心智肌肉就会慢慢萎缩。为了对抗这种萎缩，你必须主动给自己施加重量。在我的实践中，这种设计的阻力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在智力层面，我总是刻意去学习那些我觉得非常困难，甚至一开始完全看不懂的知识。当我拿起一本关于量子物理学、微观经济学或者是底层计算机原理的硬核书籍时，我的大脑本能地会产生一种抗拒感。它想让我放下这本书，去看看轻松的八卦新闻。每当这种阅读的痛苦感袭来时，我就会在心里告诉自己，太好了，就是这种感觉。我的神经元正在建立新的连接，我的认知边界正在发生扩张。如果不经历这种大脑像被生锈的齿轮卡住一样的痛苦，你就永远无法掌握那些真正具有稀缺性的高价值知识，也就永远无法构建起属于你自己的财富杠杆。在人际沟通层面，设计的阻力意味着直面恐惧。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刻，面对一个强势的商业谈判对手，或者面对一个需要指出其工作失误的合作伙伴，我们内心充满了畏缩，本能的想要妥协或者选择沉默，以维持表面的和谐。但这是一种极其短视的行为。每一次逃避艰难的对话，都是在你们的关系中埋下一颗定时炸弹。所以，我要求自己主动去挑起那些令人不适的，但对长远发展至关重要的沟通，把真实的想法坦诚的、有逻辑的表达出来。那个开口的瞬间确实令人头皮发麻，但当你顶着巨大的心理阻力完成沟通后，你会发现不仅问题得到了实质性的解决，你们之间还建立起了一种基于真实和透明的深度信任。这种信任是任何商业帝国中最坚不可摧的基石。现在，我们必须理清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很多人在听完主动寻找痛苦之后，会产生一种极端的误解。他们以为我是鼓励大家彻底抛弃现有的一切，跑到荒郊野外去过苦行僧般的生活，或者盲目地辞去工作去进行胜算极低的疯狂创业。这就引出了我的下一个核心观点：我们跳出舒适圈的最终目的，绝不是为了让自己永远活在一种心惊胆战、极度焦虑的恐慌状态之中。人的神经系统是无法长期承受极端高压的。如果你一直处于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的恐慌区，你的大脑就会分泌过多的皮质醇，你的创造力会被彻底抹杀，你会变得短视、暴躁，最终走向崩溃。这就好像你刚走进健身房，就试图去举起远远超过你体重的几百公斤杠铃，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脊椎断裂，彻底残废。所以，我们要追求的不是那种毁灭性的跳出，而是一种有节奏的螺旋上升的进化。我们主动引入阻力，主动迎接挑战，是为了扩大我们的舒适圈。想象一下，你的能力边界是一个圆圈，传统观念总是让你从这个圆圈里跳出去，跳到外面无边无际的未知黑暗里。这当然会让人感到极度的恐惧和无助。但我所倡导的是，你要站在你现有舒适圈的边缘，向外迈出坚实的一步。当你刚迈出这一步时，你处于不适区，你会感到痛苦和艰难。但只要你坚持住，不断地学习、适应、调整，一段时间之后，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你会发现那件曾经让你感到无比恐惧和艰难的事情，现在做起来已经得心应手了。这时候，你的那个圆圈就变大了，曾经的那个外部的不适区，现在已经被你彻底征服，变成了你全新的、更广阔的舒适区。财富的积累和层级的跃升，本质上就是你的舒适圈不断被扩大的过程。对于一个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每个月能够按时完成老板交代的任务，拿到微薄的薪水，就是他的舒适区。让他去独立带领一个团队，他就会感到极度的不适。而对于一个顶级的企业家来说，管理几千人的团队，调动上亿的资金，
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做出关乎企业生死的战略决策，那就是他的舒适区。他们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巨大的能量和财富，就是因为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无数次的主动踏入不适区，然后把那里变成了自己的地盘。每一次边界的扩张都伴随着财富获取能力和认知水平的指数级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复强调，我的思想与社会上那些传统的打着励志旗号的成功学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的论调总是充满了外部驱动的焦虑感，他们用别人成功的案例来刺激你，让你觉得安逸是一种罪恶，逼迫你怀着一种自我厌恶的情绪去逃离现状。这种依赖外部刺激和内疚感驱动的努力是极其短命的。一旦刺激消失，或者遇到一点挫折，人就会立刻被打回原形。而我所传递的是一种纯粹的内部驱动和长期主义的复利思维。你不是为了向任何人证明什么，也不是因为害怕被同龄人抛弃。你主动选择设计不是，是因为你深刻地洞察了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你清楚地知道，今天你主动吃下的每一口学习的苦、锻炼的苦、深度思考的苦，都会在时间的复利魔法下转化为明天让你碾压绝大多数人的绝对实力。这是一种极其冷静、极其理性的自我投资，是最高级的自爱。当你真正理解了这一点，你对痛苦的看法就会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你不再是一个被痛苦追着跑的受害者，而是一个主动把痛苦当作原材料，用来打造自己无敌铠甲的顶级工匠。那么，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一步步地把这些极其深刻的哲学思想转化为可以每天执行的行动准则呢？我们要如何精准地识别出那些阻碍我们变富的逃避行为？又该如何巧妙地利用大脑的奖励机制来重塑我们的习惯？理论的框架已经搭建完毕，但如果不能将这些深刻的洞察转化为每天实实在在的行动，那么一切都只是空谈。我的思想体系之所以能够帮助无数人实现财富的跃迁和内心的平静，正是因为它不仅有高维的认知，更有脚踏实地的落地准则。接下来，我将向你展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精确地践行这些原则。首先，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就是冷酷无情地识别你生活中的逃避行为。我们的大脑非常狡猾，它极其擅长用各种看似合理的借口来掩饰我们本质上的拖延。要想打破这个僵局，你需要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对自己进行一次诚实到近乎残酷的审视。你需要列出一份清单，把你生活中那些你心里非常清楚很重要，对你的长期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但你却总是因为感到痛苦而不断推迟去做的事情，一项一项地写下来。这份清单上的内容因人而异，对有的人来说可能是每天保持1小时高强度的身体锻炼，对有的人来说可能是坐下来集中注意力进行2个小时无干扰的深度写作或编程，还有的人可能是去和上司谈论加薪，或者是去结束一段已经名存实亡但又不敢面对的糟糕关系。看着这份清单，不要感到羞愧，因为这就是人性的弱点。但从这一刻起，你不能再假装它们不存在了。这份清单就是你迈向财富和强大的隐藏地图，上面的每一项任务都代表着一个能够让你获得巨大成长的节点。识别出这些痛苦但重要的事情之后，紧接着的第2步就是做出极具颠覆性的选择，每天优先选择处理痛苦。这就是我在生活中一直坚持的核心效率法则。我强烈建议你，每天早晨醒来，当你精力和意志力最充沛的时候，不要去看手机里的八卦新闻，不要去回复那些无关紧要的邮件，而是直接把目光锁定在清单上那件最让你感到头疼、最让你难受的事情上。你需要养成一个习惯，每天先去啃最硬的骨头。当你在清晨顶着巨大的心理阻力，完成了那件让你备受煎熬的重要任务时，你会体验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巨大成就感。这不仅仅是完成了一项工作，更是你战胜了自身软弱本能的一次伟大胜利。这种胜利的快感
会为你接下来的一整天定下一种所向披靡的基调。你会发现，随后处理的其他琐事都变得轻而易举。更重要的是，通过日复一日的优先解决核心难题，你的能力和产出会呈现出指数级的增长。你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积累着你的专业杠杆。但在执行这个硬核策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单纯依靠强大的意志力去强迫自己吃苦是非常消耗能量的，很难长期坚持。所以，第3个关键的实践准则就是学会巧妙地校准你的奖励机制。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人类天生追求即时满足，现代科技和消费主义极其精准地拿捏了这一点。无尽的短视频流，随时随地的外卖美食，各种娱乐消遣，这些廉价的即时满足随时随地都在向你招手。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是把这些即时满足当做了每天的默认状态，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享受这些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就能获得的快感，结果就是他们的大脑多巴胺阈值被无限拉高，对任何需要耐心和付出的艰难任务都失去了兴趣。我们要做的不是彻底禁欲，而是重新夺回对奖励机制的控制权。你需要把那些让你感到轻松愉快的即时满足，比如刷半小时社交软件、看一集喜欢的剧、吃一顿大餐，从你生活的默认配置中剥离出来，把它们重新定义为你完成那些艰难任务之后的专属奖励。只有当你完成了那2个小时痛苦的深度学习之后，你才有资格去享受一顿美味的晚餐。只有当你完成了今天的健身计划，大汗淋漓之后，你才可以心安理得地躺在沙发上刷一会儿视频。通过这种刻意的校准，你实际上是在重新训练你的大脑。你在向大脑发出明确的信号，想要获得快感，就必须先经历艰难的付出。一段时间之后，你的大脑就会建立起新的神经回路，让你在面对困难任务时，不再只有本能的抗拒，而是会隐隐期待完成之后的奖励，从而产生一种源源不断的内驱力。这就是让你从一个被动的享乐主义者转变为一个主动的价值创造者的核心密码。最后，在这个彻底重塑自我的漫长旅程中，你需要建立起一种极其强大的信念，平静地接受所有的阵痛。你要明白，当你开始按照这套逻辑去生活，当你每天都在主动寻找阻力，优先处理痛苦时，你的生活在短期内绝对不会变得像童话里那样轻松愉快。相反，你可能会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困惑，甚至有时会产生自我怀疑。你会觉得身体酸痛，大脑像超载运转的机器一样发热。但请务必记住，这绝不是你走错了路的信号。恰恰相反，这种痛苦正是你正在发生质变的明确标志。当你感到阅读晦涩资料时的痛苦时，那是你陈旧的认知框架正在被打破重塑。当你感到高强度训练后的肌肉酸痛时，那是你的身体机能在进行系统升级。每一次心智的摩擦，每一次面对挑战时的煎熬，都是你为了获得长期的压倒性强大所必须支付的代价。普通人一遇到这种阵痛，就会立刻退缩回那个温暖却致命的舒适区。而你作为一个立志要跳出平庸，获取财富和幸福的人，必须学会在这种阵痛中保持平静，甚至学会去享受它。因为你知道，这正是你把别人远远甩在身后的时刻。总结一下我今天所分享的一切，停止盲目地追求毫无意义的安逸，因为那只会让你变得无比脆弱不堪一击。不要为了逃避而逃避，而是要基于长期的复利思维，理性主动地为你的人生引入经过精密设计的阻力。永远优先选择那些能够带来巨大长期价值但短期内让你感到痛苦的事情，用巧妙的奖励机制来驱动自己，并在成长的阵痛中完成自我边界的不断扩张。轻松的选择造就艰难的人生，艰难的选择造就轻松的人生。这就是关于财富、关于幸福、关于成为一个更强大个体的终极真相。选择权现在就在你的手上。你可以选择关掉这个视频，继续回到那个让你慢慢腐烂的舒适区里，
继续做着永远不会实现的暴富梦。你也可以选择从明天早晨睁开眼的那一刻起，直面那件你最害怕的事情，开始为你的人生打造一副刀枪不入的铠甲。如果你已经下定决心要彻底颠覆目前平庸的生活状态，请不要吝啬你的手指点赞，按下订阅按钮，并且开启旁边的小铃铛。在这个信息极度碎片化的时代，能够持续接收到深度内容，绝对是你积累认知优势的关键。我也非常想在评论区听到你们真实的声音。结合你目前的工作或者生活现状，你一直逃避的那件最痛苦但最重要的事到底是什么？把它写下来，作为你向平庸宣战的第一步。无论是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还是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竞争，只有那些敢于持续拥抱痛苦，不断扩张舒适圈的人，才能抓住那些稍纵即逝的机遇，最终将财富和命运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我们下期再见。祝你早日在这条布满荆棘但也充满奇迹的路上，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绝对自由。